有人开玩笑，就 AI， 我们本来是希望帮我们扫地啊，做硬体的工作，现在 AI 去写诗，帮我们做文件的工作，就变成我们自己在扫地。对，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有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喜欢做事情呢，规模很小，没有深化。现在去市场调查，多少人实际上使用云端的服务？云端的服务里面有多少的深化？比如说 AI 的服务，95%的人都跟你说他要数码转型，但是可能成功完成的只有不到2成。你说 TikTok 很重要，对不对？但是你的心态是每天你去看，然后你去做同样的 TikTok， 所以在某个程度上你在吃精神鸦片。TikTok 里面它的 AI 市场推销的工具，你没有演算法你没有用，还是要深化啦，对。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商。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就是雪兰莪州资讯科技以及数码经济单位 CDAC。 那么其实我相信很多从商的朋友都知道，在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呢是占企业总数的 98.5%， 那么其中呢只有 19.8% 的中小型企业它其实是在雪兰莪州的。那么在今天的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聊的这个 CDAC 主要就是协助雪州的政府呢打造创新的数码生态系统，以及栽培和鼓励更多的数码人才，建立具有竞争力的科技公司啊。那么在2015年到2020年呢，他们就成功的栽培了650名的这个电商啊，创造了超过6亿500万令吉的这个商品的成交金额。那么也通过雪州新创产业加速器计划，也就是 SAP 呢，也培育了120家初创产业。那么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就请到了 CDAC 的执行长杨凯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聊 CDAC 他们究竟在过去有哪一些的战绩，以及未来有怎么样子的一些的规划。我们先来欢迎凯彬哥，欢迎你。谢谢主持人，谢谢BFM 财经。是，那其实可不可以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 CDAC 呢？实际上 CDAC 是在雪州政府底下的一个州关联公司。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推动雪兰州一开始从9年前开始，从这个电商的发展，后来到了这个创新创业的加速器的发展。接下来我们会已经会完成了从软体走向硬体的加速器，还有成立我们的这个创投基金。了解，所以看起来其实对于中小型企业的帮助是蛮全面的啊。那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究竟在过去有哪一些你们所达到的一些业绩啊，或者是指标？那跟当初这个 CDAC 在成立的时候所定下的这个指标，你们是不是有去达成了呢？那还有哪一些的部分是你们正在努力的呢？对，其实 CDAC 的成立呢，我们都参考了很多国外的例子，比如说美国的，当然，创新创业的一个指标就是那个 Y Combinator， 还有台湾的 AppWorks， 以及日本、韩国，包括中国的每个城市里面的加速器的这个做法。就我们都广泛的参考，也跟他们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个步伐是一步一步，终于可能在今年完成了基本上的这个铺盖面。我们的顾客群大概有三个顾客群，第一个顾客群是B2C 吧，就是从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就面对消费者的中小型企业，可能在电商方面的这个服务，所以一开始我们是有提供这个电商的培训。甚至我们提供这个补助，后来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已经成长的差不多了，我们就有这个竞赛，通过这个竞赛里面发掘，就是我们的这个 Top E-commerce Merchant Award，基本上是电商人气大赛，就发掘正在崛起中的中小型企业所以我们的几个品牌，包括那个电器的 Russell Taylor、Samuel Egan， 还有甚至是服装这个马来服装的主要的几个品牌，都是我们过去9年来这个电商人气大赛的赢家，所以他们都是通过我们这个比赛得到很多的关注，然后从线上甚至发展到线下店所以这个已经是走到一个新的里程碑。那么我们现在要协助他们在电商这一块的，就是跨境的电商，
就是可能跟中国还有到这个东南亚的产品里面做一个衔接。肯定的，在整个全球供应链的这个优势下面呢，从中国的货品或来源是比较齐全的，但是怎么再通过跟他们的合作，而不是纯粹只是卖中国的产品，而是跟他们的合作，从 OEM 做到 ODM， 就是设计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 就是不是来组装，而是设计，跟他们一起从那个源头改变符合东南亚产品的需求。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服饰，又是 batik 等等的情况，某个程度上，包括食品业要量要品质里面，某个程度上就要两个国家的配合。的重新的改造。那么第二是我们也谈到这个的情况里面也包括一些市场资本市场的支持，比如说他们从线上到线下店需要大量的投资，人员的培训。所以这一块我们已经在发生了。所以现在我们在讲的台湾中国所谓的广泛 OMO Online Merging with Offline， 其实已经在发生在马来西亚，尤其在这个 B2C 消费者产品端的电商部分已经发展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协助他们做这个跨境的合作，肯定比如说资源最大的肯定要跟中国方面的合作，但是怎么样把中国的产品改造符合东南亚，甚至在东南亚本地化这个会有一段旅程要走，但是这个肯定也是过去中国、台湾、日本都走过的这个旅程所以这个完成以后呢，怎么样在东南亚开拓这个市场，这个是其实北亚洲的电商做不到的东西，包括在中东的市场里面去做，因为我们看全球的实际上电商的发展了其实电商虽然是我们现在听的比较泛滥的。但是全球经贸来说，它只占全球经贸的或是消费市场的不到20%，所以很多的国家其实是没有电商的。可能就在中国、美国还有东南亚地区、亚洲地区比较蓬勃，但是比如说北欧，其实很多国家没有电商。其实，在俄乌战争之前，我已经听过，所以它空间还是很大。对，包括俄乌战争之前，有一些人是要去俄罗斯发展的，或者乌克兰发展的。那么南欧、北欧，然后非洲，然后甚至南美洲都没有电商。其实，比如说之前虾皮其实是有搬了一大组人去墨西哥，从马来西亚搬了一大组人去墨西哥和南美洲，后来这个计划取消。但是就是说，这个还是一个处女的市场。所以这一块其实在马来西亚包括在北亚洲做了成熟的模式，其实在别的地方是可以在扩展中。了解。对，所以我们的第一步是希望他们在从线上到线下以后，现在第二块就是做跨境在东南亚，比如说马来西亚的一些电商实际上在菲律宾做得蛮不错，在印尼有很大的成功的空间，现在我们看到泰国也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其实你们做的事情非常的多如果你不是今天来节目跟我分享的话，虽然我相信你刚才讲的东西可能也不能够完全的去涵盖你们所做的事情，一定有更多。但是其实包括你刚刚所说的你们帮助这个企业转型啦数码转型，然后还帮助他们出海，然后你们还做孵化器所以其实在 CTech 里面这么多事情，其实你们是有分不同的部门在进行操作吗？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组织架构？可不可以跟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呢？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小的GLC， 实际上我们不到30多个人，但是我们人真的不多真的不多，要做这么多事情很多事情。我不怕说，我们直接是参考这个 YC， 参考这个 AdWords， 参考国外的模式去做的，一定要达到那个目标嘛。因为我跟我们的同事讲，我们肯定不能够只是一个做马来西亚本土的一个机构，肯定是一个国际机构，所以我们一开始定位为国际机构，所以我们要做国际机构应该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恰恰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有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喜欢做事情规模很小，然后没有深化，就是每次完成大家都觉得他选购或者大家完成一个东西，比如说颁奖典礼等等，我们就觉得很有成就。实际上有很多细节要深化的比如说我们过去比如说我们过去韩国参展，到中国参展我们就发觉到他们很重要，就是说比如说参展里面一定要有这个做这个商业洽谈 business matching， 而且很严格，有翻译员，有甚至特制的房间，而且每个人在那3-4天里面一定要至少跟5家到10家有深度的这个生意洽谈，然后还要写报告。
对，那有没有设定目标说一次的展览，那我们至少要多少业绩回来这样子？甚至有一些有业绩了。OK， 对，业绩比方可能有时候有一些挑战，因为你跟不同的国外你不懂，但是至少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非常的认真。我们的参展有时候就是把一个花很多钱去参展以后，然后我们就那边跟人家聊天就是没有那种商业洽谈的，至少有一个程序要做，是就是强迫。其实就是我们发觉到他们有一个规划 SOP， 所以让大家都要做这个模式。我假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出国访问，我们的做法其实是很累，每一个参加的人都知道，去尤其是每次去带我们在过程里面，比如说到美国的访问，我们肯定有 jet lag， 但是美国访问里面，你看我们会一次过塞2个行程，我到华盛顿去参加那个 Select USA 美国政府主办的，然后就转下去 Silicon Valley， 所以单8天之内要做去2个地方，但是我们的行程里面是从早上7点半就出门。到晚上至少到7、8点才回到酒店，然后第二天持续，所以我们的持续的时间非常多。比如说我们在美国，单我们就要见15个 VC， 至少做15、16次的 pitch， 然后见不同的机构里面的洽谈，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在行程之前就要安排好的。对，安排的行程，所以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要接触很多的人长期建立起来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在国外的行程里面，对方也要看你的诚意跟你过去做的业绩，他们觉得我们我们接下的，比如说伯克莱的那个 Skyline，它的实际上它的那个基金有超多10亿美元，它实际上它的那个主席就是 Tesla 的 CFO。就是这些的高层的负责人，所以我们建立这个关系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跟包括很多马来西亚的机构里面，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我们花的钱实际上不到他们的一半，但是我们的成就其实是比较密集。但是我觉得很关键的原因就是你没有那个愿景跟企图心，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的，我们也不算创新某个程度上我们在看的就是台湾、印度的这些机构，实际上在 Silicon Valley 怎么去扎营。他们3年来他们怎么做其实我们就在逐步的某个程度上是学习他们的做法，而且你可以看到有很深入的这个成就我觉得马来西亚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缺乏这个企图心，就是说实际上整个科技环境里面我们很早就要学习到，包括台湾他们熟的就是出口转内销，就像过去的电影业在国外得奖，回到国内就会得到这个支持。东南亚也是这个情况。如果我们的 startup， 我们的科技产业在国外得到的认同，回来以后你会得到很多的支持。所以某个程度上，这个是我们的其中一个策略。第二个就是说，跟国外的结合以后，那实际上你的这个能量、你的市场的机会其实是增加的。对。那其实国家的经济发展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也是比较少人去讨论的一个部分，就是如何把我们的企业带到海外。但是我们看到 CDEC 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讲说要去招商引资，把外资带进来，其实只是这样子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企业带出去。那很高兴看到 CDEC 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这边就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现在因为看到你们去美国很像蛮多的嘛美国的资金是不是依然就非常的充沛？因为很多现在我们看到报道说什么东升西降，美国快要不行了等等的为什么你们会去选择去跟很多美国的 VC 来进行对接呢？实际上我觉得科技界还是非常明显美国的资源，尤其是西方资本市场的资源，实际上还是非常的庞大。虽然整体趋势是东升西降，但是现在短期的调整，实际上中国是面对很大的困境这整个脱钩贸易战的一个挑战的一个情况。然后现在实际上有太多的钱在美国的资本市场或是美国的基金，尤其是 COVID 以后那个是一个高潮，所以现在看到的所谓的美国创投基金的萎缩呢，只是一个正常化的调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成就，就是说我们的其中一个 startup， 我们大概去了美国4次，4年来现在我们有个 startup 回来，包括埃莫多巴，他已经筹了12个 million 1200万马币，那现在在开越南、马来西亚在开分行。第二个是我们还有一个那个 Alps Holding， 现在要去美国上市，它是做那个医疗 vaccine 还有这个biotech 的这个技术
的，所以它在美国上市，它要筹大概$1.8亿的 Nasdaq 的上市，那么还有我们几家的 startup 实际上都有得到美国的，就是在美国本土的，但是向东南亚投资的基金里面，所以他们都甚至上实际上大概有3到5间公司在美国都要去开分行，所以美国有几个大的趋势，就是说创投的基金现在集中在4个城市里面，包括创投的机构，第一个就是所谓的San Francisco 到这个 Silicon Valley 嘛，对，这一块矽谷啊，这一块，第2块就是在 LA。第3块会上 Boston， 就是 Boston 是 Biotech 北部，南部呢，那个 Houston 那边还是有一块，因为 Tesla 等等的硬体已经转往这个 Houston 那边，所以是南的环带。然后再加一个，所以这4个，所以就是比较西岸还有北部的地方，对北部的地方，所以可以看得出 AI 的甚至 AI 跟硬体，还有一块就是biotech 包括新的，比如说我们讲植物肉这个是非常新的产品的变化里面，所以可能性是非常的多。但是我觉得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会学到很多的东西。第一个就是怎么去深化，第二个是我们的呈现的方式跟产品的构思的方式呢。其实我们的产品其实是还不错的，我们的科技的产品确实是，但是我们不懂得呈现。第二是没有办法讲出国际的语言，比如说我们去参加比赛，我们的那个马来西亚得奖者去年在美国的 Select USA 得到了第3名、第4名。冠军是一个印度的 startup， 它其实是卖冠亚军都是卖食物产品，但是它卖其中一个印度的 startup， 它就是卖在飞机上面的飞机餐，但是它的飞机餐是喝这个流质的水质的飞机餐，为什么？因为它能够减少你的那个身体和肠胃的不舒适和 jet lag，OK， 它也可以减轻这个飞机的重量，承载的重量，对等等，因为包括长期的商业的这个旅程其实是肠胃跟那个吃的食品是非常有影响的，所以他很厉害，看得到这个，所以他拿到了$700万，这是另外一个 startup 是这个中东的 startup， 他其实是在做那个一个蘑菇，能够把那个你吃那个西餐的时候，把它的油量、糖分全部吸收过来，所以你还是可以吃那么大块的那个牛排，但是你的卡路里跟吸收的糖分是减少了1半。所以这些他们都看得懂这个利基市场，包括美国西方现在非常重视的这个健康的食品，所以马来西亚也是有人在做，但是我们不懂得这专攻这一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利基的市场。必须要了解他们的文化，也要了解他们的语言，然后要如何去跟他们进行沟通，让他们了解产品是非常重要。其实您这么一说，其实我就觉得我自己也要来开始一个生意看一下怎样子能够被 CDEC 辅导所以我想问的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本地的中小型企业想要接受 CDEC 的辅导来出海，或者是到这个美国去寻求这些所谓的创投还有资金的话呢，他们应该要怎么样接触 CDEC？实际上我们有 1.0 跟 2.0 的计划。现在实际上 1.0 就是每年我们从年中开始，就是现在我们也不再做培训了，培训我们认为很多人已经懂了，现在我们做加速。所以有产品有到一定的业绩，你来参加我们的加速器计划。我们加速器有2个在马来西亚应该是最大的加速器。第一个是我们今年会收50支队伍的这个电商加速器，就是 B2C。的卖给消费者的产品类。第2块是科技加速器，就是可能是 B2B， 可能是 AI 的部分，但是不是马上面对消费者，它可能面对整个行业 B2B 的，所以有 AI biotech。的部分，所以我们转向的情况就是你有这个 AI 的成分，有 biotech 的成分里面所以这个是SAP， 就是 Selangor Accelerator Program， 就是我们的科技加速器2块。那么参加完了这个加速器以后呢，我们会让他们参与我们的这个展览，就是雪兰州商业峰会雪兰州这个数码经济与精明城市的展览会在10月，所以参加完加速器要参加我们的这个展览里面有一个 pitching， 跟国外的 startup 会参与，然后呢前10名得奖者我们会让在11月到12月去出国访问，甚至到了今年3月我们还会带去年的一些前10名的赢家，
来到台湾去参展，所以我们都有一系列的这个参展。参加完这个所谓的1.0以后，很多人问我们接下来怎么办。那么我们会有2个做法，现在我们也跟 Cradle 还有其他的VC 合作，所以也协助他们可能获得 grant 或是早期的这个天使投资 Angel Investment 第二个我们就开始2.0，就是以前是参加完辅导得到了这些 grant 或是早期的天使投资以后呢，他还参加我们的叫做 CXO Club， 这个也是第一次在马来西亚做。这个 CXO Club 在台湾、在印度、在美国是非常普遍的，所以第一次我们今年会在这个月中开始 CXO Club， 参加过我们的加速器，甚至有一些还是有比较不错的业绩的，它要延续下去嘛。这个是类似跟那个 V-Stage 或是商业的辅导班很类似，但是我们以科技界我们的超级导师都是以资本市场的 VC 为主，同时我们跟那些科技的巨头比如说 Microsoft、华为、Google 还有 AWS 合作，让他们最新的科技的这个产品能够运用在我们的这些，就是参加 CXO Club 可能是我们过去的电商加速器，可能是这个科技的加速器的成员里面马上的使用。比如说 Bing， 我们在谈Bing 的这个ChatGPT 跟 Bing 怎么去广泛的应用就 Gemini 怎么在运用里面，他们可以得到最低版的第一手。比如说今年这个 Microsoft 的那个 CEO Satya 可能在3月底的访问的时候，我们也得到这个邀请，所以我们就邀请我们首先会请我们的 CXO Club 的成员，因为他们已经经过2层的培训和筛选嘛，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做法呢，一层次一层次的做法呢，能够辅导和筛选出比较我们认为产品，第二是创办人比较有这个毅力和决心。我觉得因为这个旅程的确我觉得要佩服他们就不容易走向完成这个2.0的部分。其实3.0以后呢，就是他们要急速的成长，不然他们就可能这个startup 就可能会要去结束了。了解的情况，所以我们尽可能过去我们都扶持在1.0的部分，现在我们尝试在做2.0。所以说到了科技运用今天您到这边来，我一定要问你这一题就是关于数码转型。很多人都说，因为一场疫情之后呢，我们本地的中小型企业数码转型的步伐就加快了。那现在你观察，会不会因为疫情结束之后，大家的步伐就放慢了呢？然后也有很多人认为说，数码转型就是把所有东西都电子化，感觉上应该不是这样。因为你刚才也有提到 AI 的应用，你觉得其实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的数码转型，接下来还要注意一些什么样子的发展呢？其实马来西亚数码转型，我认为实际上我们的这个merchant 商家其实比较被动。这个是比较被动，是比较被动。实际上，为什么会在 COVID 的时候大量的转型，是因为消费者被迫转型，他们也跟着消费者走，是对的情况，这是我们尝试要改变的。我觉得这个是心态和做法的问题。你如果做现在去市场调研，多少人实际上云端使用云端的服务，云端的服务里面有多少的深化，包括比如说 AI 的服务，就是我们基本上是叶公好龙95%的人都跟你说他要数码转型，但是可能成功完成的只有不到2成，20%。这个是我看到一些调查公司一个顾问公司，那蛮少的。对对，其实我们还有很大的 gap，甚至在电商里面，所以有很多的其实是就是你要相信你才会去做，然后你才看到结果。其实可是我们的商业界里面是非常保守的，就是说他要看到结果他才去相信才去做嘛。所以我们还是很大挑战去改变这个东西。第二就是说我们的第二是社会的意识和国家的资源呢，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马云会讲的，就是说你看不到，你不相信，看不起，然后最后你看得到的时候你追不上来。他谈的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马云对中国的贡献甚至全球的科技界贡献，他也是在改变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改变以后，实际上你会发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基金其实是全球其中一个最丰厚的基金，包括 EPF 等等。但是我们从来在投资在没有生产力的东西，但是很安全。就是如果我们稍微开放一点，增加大胆一点5%、10%，实际上我们有庞大的基金，所以这个就是台湾、中国这些年来学到的。就是你看华为就是典型的，就是把它的40%的收入都拿来做 R&D。
所以你从一个完全没有的公司，一开始我们都是这样帮国外的产品销售的公司，到自己的自主科技，甚至到去投资。当然，所有的大企业都是模仿学习卖国外的科技。现在我们希望是更多的投资在本身的技术的里面，可能那个阶段里面你一定要跟国外的合作，多少%是你的 ODM， 因为你比如说硬体的制造 OEM， 所以我们不用太强调说我一定要从头到尾我在做这个事情，只要我的 patent IP 在我的手上，我可以授权别人做。这个其实是应该比较有智慧的做法的情况。那么第二个是怎么去开拓的市场？所以我常跟很多同事，包括我们的很多电商和我们的科技界的 startup 的谈说，我们一定要有 BD 的心态。现在的做法，我觉得现在马来西亚最大的做法就是说，我投资了以后，投资者也实际上很少管那个我们的投资的对象。我们的投资对象实际上可能是比较年轻的朋友，技术上很好，但是对商业的认知、人脉的认识是非常的薄弱，也不知道怎么去把这个 BD 这个商业机会转化为产品。他只要卖他能够做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谈到这个数码转型呢，现在我们不能只是在强调在消费端或是使用者，就是说你说 TikTok 很重要，对不对？但是你的心态就每天你去看，然后你去做同样的 TikTok， 所以在某个程度上你在吃精神鸦片了，就是这样子的区分。所以这样你并没有完成数码转型。实际上 TikTok 里面它的 AI， 它的很多的那个市场推销的工具，你没有演算法你没有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深化的，包括在 business process 里面，从 HR 到我们的claiming 到等等的情况，包括我们的员工的评估有没有数码转型的部分，包括内部的沟通工具，就像如果你说 AI， 现在你有没有用 Notion， 你有没有用 Trello 这些你都有用的话是很重要，不能只是说ChatGPT 来帮我写文案罢了的一个部分还是要深化啦，对，要深化，但是过程里面走的就是它比较困难的，就是实际上在我们每个星期在我们的公司会议里面，我们都自己不是开公司会议，也开培训会议，要让大家用，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公司现在全部要用 Notion AI，所有的工作全部放上去所以大家非常痛苦。但是你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以后呢，我们发觉台湾、中国、日本、美国的企业呢，也就是不用推动大家。如果你不用，你觉得很丢脸，你一定会有用。包括所以让它成为一个习惯跟文化。对，第二就是说，好像 AWS、Microsoft 他们都有很多工具，那整个程度上。他们会觉得在马来西亚，某个程度上，我觉得他们的感觉是这样的。马来西亚呢，是他们有很多工具给中小型企业，但中小型企业从来没有接触他们，所以他们希望通过我们去推广给中小型企业。可是，在其他的国家这中小型是自己跟AWS、Microsoft 说，我要这些东西，你设计给我，这些东西符合我的产业的 domain。就是说你不是只是说一个广泛大家的一套工具，所有的产业都适用的。现在可能医疗界，可能半导体，跟他说我要这些东西，麻烦你做一个 prototype 给我们对，所以你就会有领先的优势，因为每个产业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旅游业等等的做法。是你提到这件事情就很有趣了，因为最近呢，因为 TikTok 它不是在推电商的部分在马来西亚，然后我们现在 on the ground 我们看到很多中小型企业就是大家一窝蜂的说我们都要进 TikTok， 但是似乎比较缺乏去考虑到说它的产品适不适合，那 TikTok 里面的用户跟人群到底跟你公司的产品有没有一个契合所以你对这个现象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 advice 可以给大家？因为他们都想要只是短期的做这个marketing 嘛，就是 advertising 的 marketing 嘛，他们就当做广告来看待。实际上我们应该宏观的角度说，就是 omni channel 嘛，就是我们要在每个 channel 上面卖。现在 TikTok 可能是最红的一个 channel 里面，可是这个 channel 里面最终你的销售的目的是要建立品牌的信心跟那个消费者的忠诚度，那个所谓的funnel 的金字塔吧，对不对？就是这所有万变不离其中。所以怎么样在这个 funnel 里面建立这个 funnel， 用 TikTok 的 funnel 里面去建立起来的部分这个我觉得实际上这个就是 marketing 101，但是很多人不一定看得到，因为很多人就开始说 OK 我这样订阅 TikTok 上面 Top 3就是 Khairul Amin， 第二就是 Farm Fresh， 第三个就是 Meet Me 嘛的这些产品。现在就是说可能它的产品的订单可能是比较小，可能是比较快的这个符合订单，所以有一些产品
不一定很适合。有一些产品呢，其实要进去 TikTok 里面，所以这个怎么去做？第二是我们做法，比如说可能就假如我们可能会跟 TikTok 合作的计划，我不是来重复来培养这个 celebrity， 而是我是说怎么去协助10个未来的开鲁阿明在哪里？不同的族群我怎么去培养你们？我们来探讨研究这个成长之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会做的想要做的东西。而商家要讨论是我怎么成为未来的类似的 top 3的电商，而是不是在付出很大的广告量，而是在怎么用自然成长的方式了。大家也不要就盲目的跟风了，也要看说什么平台是最适合自己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风口里面要有稍微的调整。OK 要善用这个风口。 OK， 好，那其实我们来谈一下 CDAC 未来的一些规划吧。听说接下来的一个目的地是日本嘛？为什么会是日本呢？那究竟要去日本做些什么呢 ？OK， 现在你可以看到日本实际上因为整个贸易战这个地缘政治的情况，中国国内的经济面对很大的萎缩，实际上中国科技公司要出海，他希望可能来到马来西亚等等，所以你看到这一股不只是浪潮，有些人讲是地震型的海啸型的那个出海的情况这个我觉得就是不能用 zero sum game 来说，不能说中国公司出海对中国不好，实际上是很好很痛苦的转型，但是其实是我们一定是被逼你才会这么做，是所以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日本，因为日本经济要走下去，它就要开放。所以你看，它把货币贬值，其实它是有目的性的货币贬值，资本市场就会被逼释放出来。所以日本跟马来西亚，它都有庞大的退休基金，然后它就开始被逼要投资一些高端科技，比如说今天那个台积电在日本开第一间厂、第二间厂，台积电在日本叫做 JSMC 日积电全部日本公司投资49亿美元。去帮他盖这间厂，但是盖了以后，日本的股市现在来到30年的最高点的情况，因为什么？只要跟 AI 有关系，你都会站上去这个风口啦。对，所以实际上我们在探讨，很多人觉得马来西亚是没有这个能力这么做。实际上，如果我们大胆的想，其实马来西亚半导体产业我们已经50年的历史，我们有3间晶圆厂。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放胆像日本人做，因为从来这个1年2年前，日本也没有想到他会做这个事情，但是他被逼，因为他的经济要在成长里面，他要新的动力，所以要找到这个新的动力里面。日本跟马来西亚都有50年的历史。的半导体的历史嘛，所以我们一定要踏上这个浪潮，因为为什么下一波的浪潮肯定是 AI。有人开玩笑，就 AI， 我们本来是希望帮我们扫地做硬体的工作，现在 AI 去写诗，帮我们做文件的工作，就变成我们自己在扫地。对。但是实际上，为什么 AI 它要有一个东西落地结合？OK， 所以 AI 呢一定要跟硬体，所以我们会。首先在半导体有个结合里面会产生什么当然现在是晶片不够了。第二块呢，它会晶片落地化，就是现在你全部在云端，所以你 NVIDIA 的市价很高，对不对？接下来它一定会有 AI 电脑，就是 laptop 手机，就是你不用所有东西都要在云端上面做，因为有资料外泄的可能，有公司的内部的资料。下一波所有的laptop 的制造商，所有手机制造商已经瞄准了我们有换 laptop 的浪潮。可能他们已经预估2到3年，我们就会看到 AI 的 PC。AI 的手机出来，那么大家有一股换机潮，接下来还有很多工具就会再放在 AI， 所以你说的下一波中小企业快速的跳跃呢，就是会在有了这个硬体工具 AI、PC、AI 手机里面，你想想看，就说。他是我们管家，所以并且我今天我要有这个跟谁约我到这个出差，我只要跟他用声音跟他说，你帮我安排的事情，你就帮我定，你帮我选最好的时间，最好的飞机行程，他就自动帮你做完。甚至比如说像中国的一些好像携程这样子，你定了以后呢，他还会帮你自动做 claiming，所以你不用再做你的 finance HR 又在做那工程里面所以这一波浪潮。我觉得对马来西亚是一个契机，如果我们能够抓得到，所以日本是一个很重要。日本的资本市场，现在中国、台湾还有香港的很多这个 startup 都会去日本上市，甚至比美国上市更方便。
也更有持续性的部分。第一个，日本肯定是一个很庞大，包括现在我们也听到韩国现在也大量的 VC 出来，因为他们看到日本。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一定，所以实际上我们每年大家都在竞争嘛，对，我们都去矽谷嘛，所以我们今年就 drop 去日本参加这个Sushi Tech日本方面非常的热了哈。第二块呢，我们 OK 电商部分我们也做的startup 的部分已经做了，但是比较多还是软体。那么今年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气息，尤其是在硬体，尤其是跟半导体产业有关系的部分，但我们不可能去做晶圆厂投资太大了的部分，做一些硬体的加速器，因为服务这个半导体里面跟一般的 startup 其实都一样。马来西亚有很多资源，但是他们可能不太懂资本市场，因为他们都是宅男，都是科技界的宅男。其实他们的技术很好，但是资本市场没有结合，不知道怎么去做创业公司。而且40多岁以上有资源、有人脉的马来西亚，包括在国际公司工作的蛮久的蛮多。我刚好也是北马人，就基本上就是我的同学都是做半导体的，然后当然我也是工大的毕业生，所以我们工大马大的毕业生基本上都在半导体产业垄断了。所以的情况，所以我当然非常熟悉他们的情况。我认为我们要做一个硬体的半导体，那么就是跟半导体有关的加速器，所以从软体到硬体，那么我们也有机会呢。现在基本上我们打算成立跟中央配合成立一个基金，来支持这些硬体的所谓的加速器的计划。我们希望很快年中年尾会做一个宣布。所以基本上我们的版图是铺完了，就是从B2C 电商的部分，就是中小型企业。那么有一些稍微有高端科技的，做 startup。那么再从软体，现在我们做到硬体的技术的部分是越来越高的部分哈，还有一个基金。所以这4块我们已经铺完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未来可能5年到10年的任务呢，就是把它扩散。就是说，可能我们的想法就是说，不止于我们的经验里面已经不止于雪兰的州，现在我们也可能跟其他的州属的合作，把我们的经验推广出去。了解，一定要跟其他州属一起合作啦，才能够做强做大。对，那其实哇，今天凯宾哥你来到节目当中，让我对 CDEC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哦。要不然大家都以为说 CDEC 只是在国内帮助中小型企业做数码转型，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今天告诉我，哇，真的让我觉得大开眼界啊。那么当然也是希望 CDEC 在接下来你们会发展的越来越好，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中小型企业走出马来西亚，在国际发扬光大。谢谢凯宾哥，谢谢你，谢谢德金 ，OK。正在 YouTube 观看的观众，欢迎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